600減50 550元閒魚買到的，個人賣家只有這一台，無電源和 WiFi， 有 128G SSD， 包裝很簡陋，打開來看一下，就一個主機。拿起小主機，入手冰涼，全金屬散熱鰭片，成色不差的，有點分量。Center 品牌 logo， 鰭片總散熱面積不小。前面板電源開關鍵，2個專業串口 ，USB 3.2 進 2C 口 10Gbps， 雙 USB 3.2 進 2A 口 10Gbps， 耳麥口。後面板方口帶針電源接口 ，HDMI 接口 ，USB 3.2 進 2A 口 10Gbps， 能夠 PD 電源輸入和 DP 顯示信號輸出一線通的全功能 Type-C 接口，雙千兆網絡接口，沒有 WiFi 天線底座。底部有產品型號和序列號，這是一台零售機，能查到保修和產品信息。我自己有一個方口帶針的原裝 Lenovo DC 電源，還是90瓦的，翻垃圾庫找出來的，費老大勁了，這次總算派上用場了。卸下2顆黑色螺絲，往外推後蓋，努力擠一擠，打開了，這次是全金屬的底蓋。8G 的雙通道 DDR4 2400兆赫茲內存是板在的，小主機沒有風扇，所以這個大圈孔裡啥也沒有。M.2 PCIe 3.0 X4 的 NVMe 接口，同時支持2242和2280。這散熱膠墊下面有一塊 128G 的242的 SSD， 這是出廠配置的。M.2 PCIe 3.0 X2 或者 M.2 SATA 的接口，也是同時支持2242和2280。這個部位可以安裝 4G 移動上網卡，旁邊有 SIM 卡插槽。這個位置可以安裝 WiFi 無線網卡和藍牙。大家好，我是老白，今天我們來測試一台裝置 i3-8145U1 CPU 的多年以前我深度種草的漂亮小主機 Lenovo M90N IoT。Center IoT 是非常漂亮的極小無風扇商業台式機，它採用同品牌型號 Lalo 小主機的相同主板，但去掉了風扇，通體使用黑色金屬鰭片覆蓋，所有的 A 口都是 USB 3.2 進 2A 口，後置全功能 Type-C 接口，可以 PD 輸入和 DP 輸出一線通。M90N-1 IoT 無風扇版本大部分配置了雙板載有線網卡，也有2個串口，它有5個 CPU 配置，前2個是賽揚，還有 i3-8145U 和 8145U1 和 i5-8365U。我們這台就是 i3-8145U1 的配置， 8G 內存 128G SSD， 特別之處是它配置的不是 DP 接口，而是 HDMI 接口。先說結論， IoT 無風扇版本的 M90N 很適合有高度靜音需求的朋友打造靜音軟路由和靜音 NAS， 但有風扇的 Lalo 版本顏值及正義比較適合家庭和差旅。您是喜歡有紅色底蓋和超小體積的 Lalo 標準版，還是喜歡這深沉大氣 IoT 靜音無風扇版呢？Lenovo ThinkCentre M90N IoT 小主機，它裝置了英特爾 i3-8145U1 CPU 雙核4線程，英特爾 UHD 620核顯，板載 8G 雙 DDR4 2400兆赫茲內存，雙 M.2 PCIe 3.0 X4 和 X2 的 NVMe 接口，雙屏顯示輸出，双千兆有線網卡。BIOS 裡可以顯示中文，我們能看到已經安裝了 8GB DDR4 2400兆赫茲內存。這裡的序列號和主機背後的序列號是一致的，我們也在 Lenovo 網站上查到了它的詳細配置，這台顯然是有記錄的，但是已經過保了。CPU 配置裡可以設置序列化的選擇，也有 VT-D 和 Set State 的開關。這裡可以設置來電置起，因為沒有風扇，
就沒有信任釋放選項，我們就使用默認模式來測試。穩定性是我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。我們打開 IDA64 跑 FPU 單考的壓力測試， CPU 一開始15瓦，10分鐘後碰觸溫動牆開始降頻，下滑到12瓦，並反覆在15瓦到12瓦之間起落。整機最後功耗24瓦左右， CPU 平均有效頻率在3GHz 到400兆赫茲之間大落差区間起伏。我們一直單考了1小時01分鐘， CPU 功耗保持在15到12瓦之間起起伏伏。室溫20度的情況下， CPU 溫度最高85度， SSD 溫度最高47度，這散熱一言難盡。我特意記錄了機身的溫度高達51度，別摸。給它加上一個靜音風扇，跑成了一條直線，不降頻了。15瓦 2.9GHz， 69度最高。CPU-Z 多線程 1109.9， 单線程 403.9， 多線程和三陽7505是差不多的，比 N100 要低，单線程高於 N100。Geekbench 5多核2155，单核1003，多核仍然低於 N100， 单核和 N100 差不多。Geekbench 6多核2642，单核1375，多核低於 N100， 单核高於 N100。Cinebench 223多核2014，单核945，多核與赛揚7505持平，单核和 N100 差不多。Passmark 多線程4481，单線程2336，4000多分，只稍稍超出我們上次測試的 Pro 3500U 的一半，和 N200、N100、N150 相比也有一小段距離。綜合上面的比較，森格森特 M90N IoT 的 i3-8145U1 在無風扇靜音的情況下，多核成績接近賽揚7505，低於 N150和 N100， 這是讓我有點失望的成績，多核完全不如 N100。同樣價位的 3500U 可是超越 N100 30%啊。接着看娛樂大師總分497708， CPU 得分192405。我們還給 i3-8145U1 運行了 OpenDouble 測試 ，AES 485,057， XX20 280,942， CoreMark 67232， CoreMark 大概是 N100 的2/3，和7505完全一樣。都到這兒了，點個關注不過分吧？謝謝啊。HDMI 接口最高支持 4K 30Hz 的8位 RGB 顯示信號 ，Type-C 接口輸出 DP 信號最高支持 4K 60Hz 8位 RGB 顯示信號。接着我們看看 UHD 620核顯的視頻解碼，它最高能硬解本地 4K 60幀 VP9 視頻。YouTuber 4K 60幀 VP9 視頻流暢播放。Somebody put a bag of drugs in me. I need you to remove it. It's leaking. Do it now. 原裝的 NVMe SSD 測試2900兆頻每秒，算一般的 PCIe 3.0x4 的 SSD 的速度。千兆網卡我們使用 iPerf 3測試了濾網性能，不論單線程上傳下載還是多線程上傳下載，都接近950兆 bps， 跑滿了帶寬。這台 ThinkCentre M90N IoT 小主機裝置了 i3-8145U1， 在無風扇散熱的情況下，15到12瓦的性能釋放。我們直接列表給大家看，整機功耗沒有超過43瓦，待機最高功耗才 6.3 瓦。按這個結果，我90瓦的 DC 電源能輕鬆搞定。室溫20度的時候 ，CPU 待機溫度40度 ，SSD 待機溫度31度。這台無風扇全金屬小主機可以和我輸出90瓦 PD 電源的 LG 顯示器的 Type-C 接口一線通。Lenovo ThinkCentre M90N IoT 小主機裝置 i3-8145U1， 15到12瓦的功耗釋放，即使是無風扇的散熱，但性能比 N100 低了這麼多，我還是感到有些失望。這比我們上次測試的 Nano 標準版的 3500U 差太多了，它幾乎就和我們以前測試過的7505差不多，雖然它是完全靜音的。機身造型莊重沉穩，有全功能 Type-C 接口，可以 PD 輸入和 DP 顯示信號一線通，
做工精致優良。它主要的問題就是性能太差了，目前室溫20度 FPU 滿載就頂不住了，夏季又該如何呢？而且HDMI 接口只能 4K 30赫茲，這又不適合播放陰影文件做不了辦公文書機，又做不了 HTPC， 看來只能回去幹他的老本行，邊緣計算，就是 NAS 和軟路由。總結一下，森格森特 M90N IoT 裝置 i3-8145U1 在無風扇散熱的情況下，性能低於 N200 和 N100， 接近7505，散熱一般，會降頻。接口方面不錯，5年前人家就配置了全功能 Type-C 接口，能做到 PD 和 DP 一線通。這是一台無風扇迷你商業 PC， 對它我們給出不推薦的評價。好了，今天就講到這裡了，我是老白，歡迎大家點個關注，謝謝大家的觀看，再見。